赵露思修图修到窗帘都扭了。电视映出男人隐藏身影，网友是保姆，赵露思长相甜美。她通过传闻中的陈芊芊一炮走红，之后更是不断约稿，接连演绎了好几部热播剧。现在她是一线女演员，可是人山人海，频频被网友抨击修图过度、变形，近日又被抓到修到窗帘都歪了，再次引发热议。赵露思日前曝光了一组美照，她穿着一件短羽绒服和紧身黑裤，她看起来苗条而苗条，一双雪地靴，一顶鸭舌帽，一副名牌耳套，看起来很暖和。其中一张照片中，她照镜子之前拍的照片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身后的窗帘已经完全变形了，顿时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，可见他们不是装的，窗帘是歪的。这幕空间扭曲，赵露思随后删除了照片，但眼尖的网友发现，赵露思删除照片并不是因为 P 图翻了，而是因为身后的电视屏幕上倒映出一个坐在沙发上的男人。消息一曝光，立马在微博上炸锅了。为什么我看到男的只穿了一条内裤？为什么电视上会映出一个没穿裤子的男人？后面的电视屏幕上有个男生的影子，虽然是同房，但肯定是男朋友。不过有粉丝护送，电视上映出的身影竟然是赵露思家负责照顾宠物的阿姨，一不小心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杨洋和迪丽热巴竟然在同一天吃汤圆， CP 粉真谦虚，元宵节刚过，杨迪就上了热搜。杨洋和迪丽热巴帅哥美女 CP 再次被 CP 粉刷屏，同时他们在同一天吃汤圆。讨论：杨洋和迪丽热巴是因为你是我的荣耀，讲述了迪丽热巴在高中时饰演的当红女演员乔晶晶的故事。他们在网上重逢，以游戏为媒介，敞开心扉，真心相爱，不离不弃。这部剧一出就引爆了饭圈。没办法，杨洋这个军艺校草和被誉为天之骄子的迪丽热巴的组合，真是让人赏心悦目。无数人成为 CP 粉，被两人的亲密和甜蜜征服，开始了漫长的追星之路。但是在电视剧播出之后，杨洋和迪丽热巴对于两人单发微博的束缚自然是不满的，继续和 CP 粉骂骂咧咧。杨洋和迪丽热巴当天发汤圆，双双成为爆红点，真是让人骂 CP 粉没有人权。元宵节肯定会放汤圆，所以要点太难了。那杨洋和迪丽热巴是不是真的同在一个国家，同一个地球，就会成为一个点呢？ CP 粉的心思太难猜了，两个单推团下夹缝中生存太难了。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和关注。迪丽热巴合作侮辱中国品牌，曝明星为钱睁眼。2023年，第一颗翻身明星将落在迪丽热巴的头上。事情的起因是迪丽热巴成为了奢侈品牌迪奥的代言人，这是对一个女演员时尚资源的高度认可。此前，一线女星赵丽颖、杨颖等人都曾担任过迪奥的代言人，但与空降的迪丽热巴相比，两人的待遇相差甚远。粉丝们也到处炫耀热巴的成绩有多耀眼，甚至有不少人拿出前代言人杨颖为她打气。就在粉丝们庆祝之际，不少路人发现迪丽热巴代言的迪奥陷入了辱华风波，在其官方宣传照中刻意丑化中国人的形象，污蔑中国人的眯眼和阴沉表情，引起公众不满，随后遭到抵制。这不是该品牌的唯一事件。就在2022年7月，迪奥再次被曝抄袭，他们推出的新裙子被发现抄袭了我国古代的马面裙。该品牌自始至终没有道歉，只是默默地将这件衣服从官网下架，这也让国人义愤填膺。海外留学生甚至还举行了抗议迪奥文化挪用的活动。短短半年的时间，迪丽热巴的团队竟然如此高调地为一个侮辱性的品牌做官方代言，实在是令人气愤。事实上，近2年，不少国外高端奢侈品牌都陷入了辱华风波。2018年，品牌 Dolce 与 Gabbana 也被卷入同样的事情，惹得不少中国明星一怒解约，下不了台面。在杜嘉班纳侮辱中国事件中，迪丽热巴方作为品牌代言人，迅速发表声明与品牌割席，强调了自己的立场，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和支持。
又是侮辱中国的品牌，一个砍席，一个高调官宣。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，那就是杜嘉班纳当时侮辱了中国，会引起公众的反感。但如今风头已过，关注的人并不多，当然也不必为工作晚而纠结。这当然不是个例。当初洋品牌 Coach 靠自有品牌的衣服割裂港台地区，引发民众不满，因此遭到网友集体抵制。在官网上也可以看到，港澳台都是和中美等国家捆绑在一起的。当时刘雯不久前刚刚为该品牌代言，随即宣布与该品牌解约，并支付了5至10倍的违约金，高达1亿多元。于是事发仅1年多后， Coach 就高调宣布女演员杨紫成为品牌代言人。只能说风头一过，这些明星挣钱的手软了。至于侮辱性的牌子，根本没有多少人在意。风头一过就义愤填膺，风头一过就见钱就熄火，这种双面作风在娱乐圈其实并不少见。仅仅一个背书就可能导致很多诉讼。这些名人在宣传的时候经常会大张旗鼓的吹嘘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个个都是鸵鸟。就在2022年，贾乃亮因为两面派造型被众人嘲讽。在一次直播中，贾乃亮与趣店预制菜老板罗敏合作，不仅大声疾呼，称在趣店直播间就像回家一样温暖，也感叹罗敏创业的艰辛，心疼罗敏，一激动眼睛就红了。在贾乃亮的努力表演下，这场直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，超过10万人同时在线。然而由于影响力过大，趣店创始人罗敏的过去很快被揭穿。早前他靠校园贷赚了很多钱，骗过不少大学生，钱还全然不知，良心钱。现在他变身成功洗白，让不少网友义愤填膺。贾乃亮眼见事态严重，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自己对品牌的过去了解不多，疏忽大意。就这样，事情3言2语就被曝光了，这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这么煽情，泪流满面。看来打动贾乃亮的不是罗敏过去的经历，而是被金钱折腰。据网友爆料，贾乃亮直播1小时赚了200万元，可以说那一夜贾乃亮赚到了常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这并不是贾乃亮在《落钱眼》中唯一一次翻车，此前他与雷佳音合作的餐厅被爆出各种问题，菜品天价不说，牛排是按克卖的，4元1克，2000元1斤，可以说完全是在用明星光环来割大众韭菜。鲍鱼一条接近1300元，拉面一条158元，2杯奶茶近70元。开业不久还因违规使用金箔装饰被罚款10万元。陈赫也是看上了钱，这些年他代言的鲜盒装风波从未停息。风头正盛的时候，陈赫非常努力地宣传鲜盒装，出现在各种活动中，给人一种生意兴隆的感觉。也因为名人效应，很多人对鲜盒装的信任度很高，纷纷加入进来。结果品牌无序扩张，虚假繁荣的背后是加盟商不断被割韭菜，钱也没赚到，没有回报，反倒是陈赫和他的团队靠着高额的加盟费已经赚得盆满钵满。事发时隔许久，陈赫终于出面回应，作为创始人会和加盟商一起合作，有进有退，却只字未提如何解决割韭菜、加盟费高等问题。也有不少明星利用自己的地位收割粉丝包里的钱，表面上是精心制作，实际上成本低得惊人。最典型的就是欧阳娜娜。2022年底，欧阳娜娜因为太明目张胆的割韭菜而翻车。这位22岁的年轻人声称已经选择了3年的产品，云朵系列新品精心打造，原料被专业人士捡到是一文不值的涤纶纤维，一套近1000元的浴袍成本不到100元，50元左右。问题是除了纯白的噱头之外，既没有舒适感也没有设计感，和酒店套装差不多。而欧阳娜娜3年的精挑细选，就像张翰用3年的心血拍出来的东八区的绅士一样，成为大众眼中的笑话。当然他们也不在少数，因为直播翻车的明星也不在少数。近年来明星售假的新闻层出不穷，
潘长江、舒畅、戚薇等都曾陷入口碑风暴，一方面拿着高薪，另一方面却忙着割韭菜。这些名人的尊严，生怕被自己的财眼毁了。